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目前我进行到的这个系列叫做抗老医师亲身实践宝典，今天是第3次，跟各位分享的是我如何在38年来呢能够维持我的体重50公斤。高2的时候呢，完成了我的生长跟发育，我的身高就是167，体重就是50，那到目前为止我就维持这个样子。那现在我要先跟各位讲的是7大项哦，我觉得在日常里面呢，跟我这个38年来能够维持5公斤最相关最重要的秘诀。第一大项就是呢，每一天一定要量体重，我甚至连出国的时候，如果这个饭店是比较好的，他会附体重计，我都不会放弃量体重，我一定每天都要监测。我不会告诉我自己说我就吃吧，回国再说吧，或者是呢日后再说吧。我们每一天量体重，如果今天的体重确实就是有超标了，那你就要去检讨，可能你今天就要少吃几口，或者是你吃的植物的咸度就要再减一点。因为呢重口味的饮食也会造成你身体蓄水，隔天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直接增加1公斤都有可能。第二大项，食物的分量你一定要节制，不要把你的胃撑大。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美国人的食物分量都很大，一个墨西哥餐我可能会分2次，我不会一次就吃完。因为你一旦养成了这种食量很大的习惯，你的胃撑大了之后呢，你就不能满足，你可能要吃2个便当才能够满足。所以呢，不要接受你的食量这么大，不要让你的胃被撑大。第3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呢，一定要保持你的排便的通畅。那你说这是废话啊，我就是一直便秘，我有什么办法？这个我也有教过各位，请各位去看这一集哦。在这一集里面有讲到，其实有一个客户呢，他就亲身跟我分享说，他真的是常年几十年的便秘，从高中从大学一直到呢怀孕生产，一直到他现在50几岁，他去跟他的大肠对话，跟他和解，他意识到他过往经常的在憋大便，就去跟他的大肠道歉。如果你的便秘能够这么严重，大便已经这么干了，可是你却了无便意，那就是因为你的大肠跟你的脑失去连结了。通常在大肠里面的大便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你需要上大号，可是你现在完全失去连结，你必须要去跟你的大肠和解，去感受它，去体会它，去跟它对话，重建你们之间的连接。第4个，我觉得在日常当中呢，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你是不是常常火气很大。因为火气很大呢，就好像我们讲的这个胃火很大，或者是好像恶鬼一样哦，火气大会让你更加的渴望吃东西，所以你绝对不要让你自己火气很大。如果火气很大的，我可能就会用很多的好的一些维他命啊，或者维他命 C 啊，自己用精力汤啊，想办法让你的火气下降。那或者是我会用鱼油，没有的话，各位真的可以用精力汤来帮助你自己呢，让你的火气不要那么大。第5大项要跟各位讲的，你的身体的毒素也会造成呢你的体重很容易上升。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身体越脏，你越是什么脏的东西你都能吃，重口味高油脂什么垃圾食品你都能吃，但你的身体越干净的时候呢，你就越敏感，对那种不适合的食物、不健康的食物，你就越不会向往，而且越会排斥它们。还有呢，添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添加了很多调味料的那种东西啊，像我是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吃很重调味料的东西哦，海苔哦，类似这样的东西。你的身体越干净，你就越不会想吃这些东西。所以呢，建议各位要常常的排毒啊。那排毒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你就打一个高硒点滴啊，或者是打一个重金属排毒点滴啊，或者打一个肝脏排毒点滴啊，这些都非常的容易。或者是呢，假使你没有点滴可以打的话，你可以净化，你给自己饿个几天，非常大量的喝水，一直不断的喝水，不断的喝水，饿个几天。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看能不能饿个24小时。那么我们道家介绍的屁股呢，是可以饿个3天这样哦，让自己饿，然后大量的喝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排毒的方法。再来呢，第6个点要跟各位讲的，如果你真的嘴很馋，你真的很想吃东西，建议你就用坚果来满足自己。因为我个人吃非常多的坚果，很多人都说坚果的热量很高，很容易胖。其实如果你是3餐正常吃了，完全都没有减量，然后你又吃一大把一大把的坚果，那当然就是超过你平常3餐的量，你就会胖。但是如果你的3餐呢是少量多餐，或者是你3餐都非常有节制，或者是你已经是在进行168断食，这个时候你确实觉得你真的需要甜一点东西来满足你的嘴巴，那么吃坚果是绝对不会胖的，因为它里面的淀粉很少，它不会增加你的胰岛素的上升。我们说会胖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要戒淀粉？
做低碳饮食呢？因为淀粉是最容易造成你的胰岛素升高的，那胰岛素升高之后最容易帮助你囤积脂肪，所以我们不喜欢这种会让你的胰岛素升高的这些个升糖食物。但坚果并不是升糖食物，不会胖，我个人吃坚果吃的非常多。那么在第7个呢，在日常你可以做的事情呢，请你饭后去走路走个20分钟，或是站个20分钟。像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如果不需要直接的跟客户对谈呢，我是会站着办公的。那饭后也建议各位站个20分钟，或者是去散步20分钟。这也是在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学到的哦。因为饭后20分钟的立即性的运动的话，对于你的血糖还有你的胰岛素抗性的保护啊，比你每天其他时间去运动30分钟更重要。那每一周我都会上传一则新的影片，所以你一定要订阅我的影片。那先来讲到我这38年的体重管理的历程哦。那当然呢，年轻的时候呢，体重管理不是这么的困难嘛。你这个体重就是因为你新陈代谢也好啊，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的美食，毕竟因为不是很有钱，所以也没有办法就享受什么高档餐厅的大餐这样。那当时呢，在台中女中，我的学校的旁边春水堂还不叫春水堂，那个时候还叫阳线茶行了。那就是我们女中的学生喜欢去的地方。我们也会在泡沫红茶店里面泡一下午。那后来呢，大学时期跟朋友们在麦当劳里面读书，一待就是一个下午啊，什么也都吃。那在美国呢，求学的时候，为了省钱的关系，所以就好市多的冷冻食品我也吃的很多，不管是cheese啊，不管是披萨啊，什么 pasta 这些也什么都吃。那也没有说非常的忌口，那个时候也不觉得特别的需要。那在中间曾经有怀孕3次，那第一次是比较没有经验，所以就在孕期的时候整整胖了15公斤。那后来2次就非常的知道如何去调控，所以后面2次的话，这整个孕期就是胖个10公斤左右。那我个人非常的重视坐月子，因为我是中西医双执照嘛，所以呢我非常有中医的概念。我是这个25年前就会去月子中心坐月子的人哦，所以你就知道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每个人都去坐月子中心，但是我是非常的重视。那因此呢，月子做得好，补品也吃得很好，鸡精当成是水一样在喝。那慢慢的话，这半年呢，产后体重也就会恢复，也不会因为生1次就整个走中，所以也就连续生了3个。那非常的感谢老公跟婆家的照顾以及支持。那在这里跟各位讲到一个点，其实你的荷尔蒙真的要维护好的话，你真的不要急哦，你就是要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让你的产后的荷尔蒙恢复，你的体重跟身材就会恢复。那再来呢，建议各位也不要太去羡慕这些名人啊，或者是名流他们的做法，因为可能他们的整个资源呢，不像我们普通人啊，他们真的资源非常的丰盛，所以有非常多的人帮他们协助他们，或者是调理他们。那么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不要经常一昧的去羡慕这个名流上或者是媒体上这些名人，他们怎么样迅速快速的恢复他的产后身材。接下来我跟各位讲到呢，第2点就是呢，我的饮食是如何的调控的。2008年我们开始成立康普顿诊所，我就开始在临床上使用抗老医学跟再生医学。其实我从2008年开始，我就会去把我的3餐的量把它吃少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呢，淀粉跟糖都还是吃的哦。那到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摸到乳房有一个硬块，真是把自己吓坏了。那我就开刀去拿掉之后，还好是良性。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说，我们年纪到了，我们可能我们的细胞就会有突变，所以我要比以前更加的审慎。我就开始进入了低碳饮食。从2016年到2018年的时候，我是尽量的把糖分尽量的降，因为呢，我有跟各位介绍过，糖跟癌细胞有很大的相关哦。不管你是已经有癌症的人，你更要控糖；如果你还没有癌症的话，你也要控糖来预防癌症；如果已经有癌症的话，你要控糖来预防复发。所以糖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我们尽量不要让你的血糖处于一种微微超标的状态，或者是偏向高标的状态。你的糖控得非常好的话，你要让你的胰岛素还没有抗性，在防癌的措施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门槛。所以2016年到2018年呢，我是采用低碳饮食。2019年的时候，因为在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就学到了间歇性断食，我就陆陆续续开始施行。那我也是慢慢的施行，我也不是毛起来就直接断掉1餐，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呢已经习惯了吃3餐。那你刚开始的时候，它时间到了，它就自然会发出需求，所以我们要慢慢让它适应，就不要急。
到目前为止呢，2024年我也做了将近要5年的168断食了，这就是我的饮食管理方面。第3部分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呢，我的运动习惯。其实我是一个运动细胞非常不好的人，所以呢，我几乎就是不喜欢运动。那我知道运动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没有养成规律，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我就认真的觉得这个年纪到了，我是不得不去预防我的年老的时候我的肌少症啊、肌肉衰弱啊这些问题，我一定要在现在还能够做得到的时候就去建立。所以我从2020年开始有建立一个真正规律的运动习惯，就是每一周会运动3次，还会再加上1次骑马。那这运动3次可能是包括2次的游泳，再加上1次的健身房，或者是3次的游泳再加上1次的骑马。那其他的话呢，就是饭后的散步，或者是说偶尔会去 hiking 啊，偶尔去山上走一走。那这个是运动的方面。但从2020年之后呢，我也开始有去学习水肺潜水跟自由潜水，慢慢的增加我能够做的运动。那我们也成立了康贝肌少症运动中心嘛，去加强维护跟趁早去训练自己，不要让自己落入肌少症的族群。那第4点要跟各位讲，在心理上如何的调试。因为我观察到非常多肥胖的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纵容他们的体重无限制的上升，都是因为呢一种无力感。他觉得他有一些事情他做不到，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他迟迟没有去实施他自己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他就是一直处于等待的状态当中，越来越多的无力感，改成用食物来填满自己，感觉里面那个空虚啊，还有那个无力感，好像也需要用有形的食物才能够增加能量一样。那我们知道呢，疲累有时候是心理上的疲累，那么身体上的疲累要用食物来吃，有人连心理上的疲累都用物质上的食物来填补，那这就不好管理体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嗜甜的人。我曾经呢一次就是喝掉1整包1公斤的黑糖粉，我就拿着小汤匙这样慢慢的吃。我也会一次就吃掉1整盒的 Godiva 的巧克力，我也会一次吃3盒的黑根大使的冰淇淋。这些事情我都做过，所以我都可以理解，当我们在过度的焦虑或是过度的压力的时候呢，可能会用甜的东西去安抚自己。因为我们说糖的东西就是 comfort food， 但是呢，与其用吃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话，那你不如你去追剧啊，你不如去追小说啊，也有很多线上小说可以看，有很多的剧可以看，你可以想办法给自己抒压。当然可能别人就会建议说你要尽量去运动啊，也是一个抒压的一个好方法。因为我可以了解，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我之所以规律的运动是我喜欢运动的好处，但是我不喜欢运动本身。在各位的情绪跟压力跟恐惧的这个情况之下，待会我会教各位怎么处理哦。我会带各位念一个宣告跟释放的文字哦，让各位能够真的去不断的从你的心里面加强重建你自己里面的力量。以下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宣告文哦，请大家可以跟着我念。我宣告所有的恐惧呢已经完成了他要教导我的事情，我了解到恐惧是因为我自己有负面的信念。现在呢，我感谢恐惧所教导我的，已经把我教会了，我跟恐惧道别，谢谢你们，你们可以离开了。我宣告释放掉我的负面的信念，释放掉呢我的负面的恐惧，释放掉我负面的情绪，还有我潜意识里面自动自发升起的非理性的反应，我把它释放掉。我赋予我自己力量，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个新的人，我要切断跟所有的负能量的连结。我宣告我重新的创造一个实相。我这样的宣告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空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所有的平行宇宙都有效，在所有的维度全部都有效。那请各位呢常常不断的这样子宣告，建议你把它写下来。好，那你也可以放在你的枕头下面，或是每天拿出来看一下。不断的宣告会加强你自己正面的力量，让你真的可以重建你的信念，然后释放掉你负面的信念。你越来越自信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有力量管好你的体重，维持一个健康体重。那么身为美国抗老剂再生医学会认证的抗老专科呢，我采用抗老医学跟再生医学这样的观念来预防疾病以及治疗以及保健我的客户，到现在为止已经16年了。那么我到现在还是一样，每一年都会回美国进修，把医学新知带回来给各位，特别是抗老医学这一方面的新知，还有长寿医学这一方面的新知。因为我相信呢，知识就是力量。希望分享给各位之后呢，各位可以因为有充足的知识，知道这样的一个措施对你自己真的有极大的帮助，能够有动力去切身的实行，然后也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医学对你跟你家人的帮助。那如果你的医学知识够丰富的话，你跟医师对话也会更加的容易。希望今天呢对各位有帮助，请你帮我按个赞。那有什么需要分享的，也可以呢在下面留言给我，谢谢各位。